夫人真是疯了，还放话说谁能让这死摊子醒过来，就奖励500万。呸！他儿子瘫了5年了，这钱肯定赚不着。你小声点儿，那个新来的还在这呢，我怕他告状。听到又怎么样？他温之婉就是一个死哑巴，就他一个人能干是吧？一个死哑巴，居然想趁机讨好老夫人，恶心！贱女人，我衣服都被你弄脏了，还不快赔钱！是他故意把我的脚……呸！在比划什么鸟语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你必须把我跟他的活都干了，不然我撕烂你的嘴！住手！管家好。你们两个竟然敢在主人的房间撒野！这个月工资全扣，都给我滚出去！之婉，没事吧？虽然你是新来的，但是这么多人里面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，所以让你来照顾我先生。听我的，在老夫人来之前，一定要仔细的做事，知道了吗？谢谢，夫人真好，还为我说话。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先生，不能让他失望。周管家，跟我来一趟。先生手动了，我得赶紧告诉夫人。好像你手甜，还弄疼我了。夫人和管家竟然有一腿！是谁？别担惊受怕了，一只猫而已。更何况那个废物昏迷了5年，我才是顾家的主人。景行，这值钱的宝贝已经被我们掏空了，捞也捞够了。趁着他妈还没有搬进来之前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傻女人，这些宝贝值几个钱呢？顾氏集团才是真正的肥肉。等股东大会上我们拿到股份，到时候你喜欢什么珠宝首饰，我都买给你就是了。可你忘了，顾氏集团从来没有女人当权的先例。急什么？我们不是还有肚子里这个？你就说是试管做，再弄个假的亲子鉴定报告。等到时候真的怀了，哦，是想怀了，我看谁还敢阻止你当董事长。到时候整个顾家的钱都是我的。你想得到没？你就这么忍心让我们的孩子一辈子认那个废物当爹啊？怎么会？我都想好了，今晚我就动手弄死顾晨。只要让温之婉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他身上，也算是废物利用了。真聪明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他们要陷害我，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必须留下证据自保。谁在那儿？该死，让他跑了。这家里总共就这么几个人，我们迟早会抓住他。老夫人来了。老夫人好。妈，怎么来之前也不说一声？我这心口堵得难受，就想着过来看一下阿晨。曼柔啊，你的衣服怎么这么乱？啊，我刚才太着急了。妈，阿晨没什么事，走，我带您去看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在股东大会前收集证据，告诉老夫人真相。阿晨，你再等一等，等妈开完股东大会，妈就退休了，天天在家陪着你，好吗？妈，别伤心了，阿晨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公司那边不是还有我吗？等您退休了，就安心享福吧。股东大会近在眼前，等我弄死顾晨，顾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
妈，之晚做事向来仔细，让他来。这药有毒，绝不能给顾先生喝。之晚，怎么回事？平常你给先生喂药向来最积极，还是说我连你都叫不动了？温之婉，夫人在叫你。动作小心点儿，药要喂仔细，别浪费。先生，我今天看到你动了，快动啊！这药不能喝。该死！我中毒5年，虽然意识清醒，却还是睁不开眼睛。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？动作怎么这么慢？药都要凉了。温之婉，你还在磨磨蹭蹭干什么？要是因此耽误了先生的病情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难道这个温之婉在帮我？这5年，周景星和沈曼柔厮混在一起，还以为我不知道，还催着我喝药，肯定是有问题。阿晨，你是不是醒了？快睁开眼睛看看妈呀！我的儿子，还有你到底是怎么喂的药？妈，您别生气，我替您教训他。股东大会不是快开始了吗？要不您先去准备准备，这边交给我。你放心，儿子，妈开完会再回来。温之婉，怎么回事？先生的汤药怎么才喂了一点就洒了？快去楼下厨房再拿一碗呢。顾晨啊顾晨，你命怎么那么大呢？5年前的车祸都没能撞死你。不过也好，多亏你还活着，我和景行的孩子才能名正言顺的继承顾家的一切。不枉我费尽心思嫁给你。等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一生效，股东大会一结束，这整个顾家就都是我的了。温之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在偷听夫人说话啊？温之婉，我不是让你去厨房吗？你在这儿是不是偷偷听到什么？少他妈给我装了！我已经知道在走廊偷拍的人是你。这么多女佣，只有你没有穿围裙。还想反抗？别挣扎，就算你听到了又能怎样呢？小哑巴。死哑巴！我告诉你啊，刚才你已经自己亲手喂他毒药，等到股东大会一结束，他顾城就是一个死人，而你就是亲手杀害他的凶手。等到时候警察一来，你就等着代替我坐牢吧。好了，亲爱的，把他和那个废物都关进去。别想着通风报信了，小辉已经是股东大会，一切就结束。怎么办？我这辈子都要完了！醒醒，快醒醒，快睁开眼睛啊！你终于醒了，夫人，和管家商量好了，他们假装怀了你的孩子，就是想要毒死你，抢走公司的财产。我知道，这5年沈曼柔和周景行在背后的算计，我听得明明白白。而你，说不了话。那你为什么帮我？他们早就计划好了，要栽赃我。你死了，我也活不了了。我帮你报仇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报仇？你说的对，这5年我瘫痪在床。沈曼柔和周景行2个人不仅仅想要夺取我的家产，还想要杀了我。好在苍天有眼，让我重获新生。你放心，我定会保你清白，然后让他们身败名裂。主子播报，
顾氏集团年度股东大会现正式召开，老董事长林立芬即将宣布退休，沈曼柔女士以顾城妻子身份到场，将接手集团核心权力。开始了，他们马上就要夺权了！扶我起来，现在就去股东大会。沈夫人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照顾顾总5年，不离不弃。你瞧现在哪儿还有这么专一的感情啊？就是啊，谁看了不羡慕啊？按我说，就凭这份感情，待会儿分权，我们肯定站您这边。各位过奖了，照顾阿晨是我应该的，承蒙各位爱戴，我敬大家一杯。不过沈夫人，说句实在的，您和顾总膝下无子，这集团股份就算分，恐怕也分不了多少。这您就说错了，我们顾家已经后继有人了。哦，您怀孕了？顾总他不是瘫了吗？是试管怀上的，虽然过程不太容易，但是好在老天眷顾，让我留下了顾家的根。我本来是想等股东大会之后再跟你们说的，但既然各位提到了，我也不好瞒着了。这可是大喜事啊，顾家有后了。沈夫人，你真是顾家的功臣啊！股东大会正式开始，有请林董上台。曼柔，这5年你照顾阿晨辛苦了。这份文件里是顾氏集团30%股份，我决定现在正式转让给你。老夫人，30%是不是太少了？沈夫人现在怀了顾家的继承人，这可是顾家的大功臣啊！曼柔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怀了？妈，试管成功了，我守了阿晨5年，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？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你这么不容易，这股份确实该多给你点儿。去把我剩下30%股份全部拿回来，总共60%，全部转给曼柔。好的。成了，顾氏集团还有顾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60%加上顾城的股份，顾氏集团都是我的了。林董英明，沈夫人配得上这60%股份。我的天哪，这价值9000万的股份，沈夫人这下彻底稳了。曼柔，以后顾氏就拜托给你了。谢谢妈，真好啊，真好。温之婉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能把股份交给沈曼柔。这人是谁啊？怎么跑进来的？这么没规矩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家照顾阿晨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难道阿晨出了什么事吗？难道顾城突发去世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死哑巴坏了我的好事！你个死哑巴，不在家里好好伺候先生，跑来这里撒野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夫人，不能把股份交给沈曼柔。妈，阿晨肯定没事，这个哑巴估计是在家里待疯了才跑过来凑热闹，让管家给他赶走就好了。这可是关乎股份转让的正事，不要耽误了。可是他好像真有什么急事要说。哎呀，林董，一个哑巴能有什么急事啊？肯定是来捣乱的。妈，您看，大家都等着呢，这可是关乎顾氏集团未来的大事，不要因为一个佣人就耽误了。那行，曼柔，签字吧。废物，别白费心思了！我告诉你，现在除了顾城那个废物死而复生，否则没人会相信你。住手！字不能签，不能签。顾先生，你来了。之婉，你立刻回家收集证据，有我在这里制约他们，不然，光凭口述，他们是绝对不会认账的。阿晨，你真的醒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妈等这一天等了5年。妈，我没事儿，让你担心了。天哪，顾总竟然醒了，这简直是奇迹！是啊，是啊。诸位，那之前说要把股份转让给沈夫人，现在顾总醒了，这股权是不是就没了？现在顾总醒了，这股权是不是就没了？是啊，这不能吧？这说的也是啊。阿晨，我就知道你吉人自有天相，
刚才妈说要把股份给我，我还想着等你醒了再把股份还给你呢。是吗？那正好。妈，把股权转让文件给我，我来签字。对，文件，我记得在满柔身上啊。老婆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独占整个顾氏集团。什么？太好了，只要有了这个，就能证明药里有毒。这次沈曼柔和周锦星彻底完蛋了。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不对，这顾城昏迷5年，绝不可能有证据。顾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？他可是照顾了你整整5年，这5年里他不离不弃，这是在座大家都知道的。对啊，是啊，老这我真公，知道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对啊，顾总，你昏迷期间可都是沈夫人撑着顾家，不容易啊。说的也是啊。要是我老婆能坚持5年照顾昏迷在床的我，就算把整个集团的股份都给他，也不为过。大伙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太对了，对，真不容易。就是这样。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阿晨，妈相信你不会凭空污蔑人，但凡事要讲究证据，不能寒了他的心啊。曼柔，顾家家风严谨，容不得背叛和算计。如果阿晨说的是真的，你不仅拿不到股份，我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没有，我沈曼柔发誓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顾氏、对不起顾城的事。如果我做了，那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哼，天打雷劈，沈曼柔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5年你都在背着我偷情。什么？阿晨，你在说什么？曼柔怎么可能？老夫人，我作为顾家的管家，他的清白，我可以用我的职位来保证，绝不可能有偷情这种荒唐事。是啊，顾总，肯定是误会了。沈夫人这些年的付出，我们有目共睹，她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？顾家显赫，难免有人挑拨离间。顾总，你别听信了谗言，伤了夫妻和气呀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昨晚那个哑巴在胡说。没错，当初沈夫人看他无依无靠，好心收留他到顾家做保姆，可是他呢，居然狼心狗肺，在背地里挑拨离间。我照顾了阿珍5年，一句怨言都没有。现在好心被当成驴肝肺，还要被一个外人所污蔑。阿晨，你不能听外人乱说呀，寒了曼柔的心。误会。比起温之婉这个外人，在沈曼柔心里，我才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吧。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阿晨，沈曼柔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这5年，你难道就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吗？我没有。那就好好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沈夫人，可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难怪顾总刚才说偷情呢，原来是真的。沈曼柔、周锦星，你们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夫人，冤枉啊！我在顾家从小被您看着长大，我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报答不完呐！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呢？曼柔，你来说。妈，我真的没有。那天是我给阿晨擦完身子之后太累了，锦星看我实在是累得不行，才给我按摩放松了一下。阿晨，我照顾了你5年，你现在平白无故的因为一张照片就要把给推翻吗？曼柔，这些年你的付出，妈都看在眼里。或许真的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妈，他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按摩
需要像这样搂搂抱抱吗？顾总，这照片肯定是有心人故意抓拍的角度，是为了恶意诬陷夫人。我们在顾家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是啊，顾总，这万一真的是角度问题呢？是啊，说不定有人故意挑拨，就是为了搅黄顾氏股份转让。故意诬陷？我看在这里唱戏的2个人，就是你们2个吧。顾晨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你昏迷的时候，是我日夜守着你；你发烧的时候，是我整夜不睡给你物理降温。为了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我跑遍了国内外。现在你醒了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拿一张照片污蔑我，我的付出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顾晨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当初明明是你追的我，说非我不娶，还要让我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现在你醒了，这一切就都成假的了吗？沈曼柔，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跟你结婚。我的天哪！顾总当初为了娶沈夫人，他可是包下了整个海岛办婚礼啊！这戒指我戴了整整5年，一颗都没有摘下来过。妈，你是知道的，这5年来我多少次抱着他的手哭，说如果他醒不过来了，我也就一起跟着走。沈夫人这话说的情真意切，谁听了这心疼啊！是啊，5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，还如此珍视婚戒，这份情谊怎么看都不是假的呀！就是啊，是啊，没错。阿晨，曼柔对你的心意，妈都看在眼里。夫妻之间就要好好说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绝呀。我敏感，妈，这戒指都是假的。啊！他说什么？怎么会是假的？这是我们的婚戒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啊，顾总求婚时，那枚戒指可是找了顶尖设计师定制的。是啊，当时在婚礼上轰动一时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我老婆当时都羡慕得哭了，还埋怨我怎么不买这么好的，我哪儿买得起？没错，顾总，你是不是刚醒，把细节记混了？是真是假，你让他把戒指给妈看一眼，不就都明白了？我专门找了业内最好的复刻师，顾晨，这招没用。这戒指是我花了3个月时间敲定的，宝石是从南非矿直接挑选的，内侧缩写还是我亲自让设计师刻的。这内侧怎么没有缩写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天哪！难道沈夫人真的把真戒指卖了换钱？不然好好的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不是，这是真的，这真的是真的。是我戴得太久了，里面的缩写被磨掉了。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污蔑我呀！没错，老夫人，夫人怎么可能卖掉戒指呢？这不合情理呀！沈曼柔，你告诉我，这戒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有人调包了我的戒指。曼柔，我林玉芬这辈子从来不会故意为难人。这5年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顾家的地位资源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但如果你真的背着阿晨乱搞，这样的后果你负担不起。阿晨，我照顾你5年，1800多个日夜，你醒了之后就这样污蔑我，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？当初你找人害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过不下去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你？你是我老公啊！我的天哪，顾总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小事儿啊！要是这是真的，沈夫人照顾5年，就是为了掩盖罪证。够了，阿晨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不行，事情再发酵下去，不仅股份拿不到，他们的后半辈子都要完了。老夫人，顾总刚痊愈，身体还弱，而且情绪不能太激动，更何况，如果这事要是闹大的话，对公司的影响也大，不如先压一压，等后续调查清楚了再说。今天的股东大会到此结束，各位股东，你们先请回吧。有消息我会再通知大家的。这个事儿真的没法说，
曼柔，跟妈回家，有什么事回家说清楚。糟了，家里珍藏柜早就被我和锦行掏空了，这里母子回去看到立马就会露馅，绝对不能回家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疼，孩子，我的孩子怎么会肚子疼？是不是动了胎气？走，妈带你去医院。都站住！今天谁也不许离开这！胡闹！就算是曼柔有错，她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的孙子。要是出了什么好歹，谁负得了责任？妈，阿晨对我这样也就算了，可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呀。老夫人说的没错，哪怕顾总刚醒，情绪还不够稳定，我们都能理解。但是好歹也不能拿孩子的安危开玩笑啊！沈曼柔，你就接着装吧。阿晨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阿晨，妈和你说过很多遍了，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。就算是你心里有苦，也不能对着怀孕中的老婆发泄呀。曼柔照顾你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绝情？是啊，顾总，老夫人说的在理。沈夫人这些年这么辛苦，你刚一醒就这么针对她，说出去会被人说闲话的。我绝情，她沈曼柔肚子里怀着的，根本就不是我们顾家的种。太好了，终于拿到证据了。温小姐，我是顾晨先生安排的后手，他让我带着专业设备和鉴定资质跟你一起去现场。沈曼柔、周锦行，你们会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顾晨怎么会知道？这绝不可能。阿晨，你说什么？曼柔怀的不是你的孩子，这可是她试管了3年才成功的顾家曾孙啊！妈，你要相信我，这就是阿晨的孩子。顾总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怀孕生子这么天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乱说呢？如果这句话要是传出去，沈夫人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曼柔这些年吃的苦比谁都多，只要这孩子是真的，我现在就宣布，把顾氏集团所有权利都交给曼柔，不用经过你同意。太好了，只要先顺着老夫人的意完成夺权，再把顾家母女赶出去，也能完成计划。老夫人说的有道理啊，我早就托人查清楚了，沈夫人肚子里的绝对是顾总的骨肉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你查过了？你周景行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沈曼柔怀的是我的孩子？放心，顾总，我早就帮沈夫人鉴定过了，这是亲子鉴定书。是真的，是我们顾家的孩子。曼柔，委屈你了，妈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。妈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只要阿晨好好的，肚子里的孩子平安顺遂，我就知足了，什么权利我都不要。不行，该给的必须都给。从今天起，顾氏集团所有权利都交给曼柔。沈曼柔，我真没想到你为了谋权骗利，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枉费我当初瞎了眼，还信了你的话。顾总，你简直无理取闹！亲子鉴定报告，白纸黑字还有公章，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呀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不想把集团交给沈夫人，所以才故意找借口的。阿晨，你别再乱说了。曼柔怀的是你的孩子，你却步步紧逼，太伤夫妻感情了。我和沈曼柔之间早就没有什么感情了，而这份亲子鉴定报告根本就是伪造。胡闹！这份报告有理有据，你怎么就一口咬定这是假的？阿晨，你要是再胡闹下去，妈就要生气了。妈，我看他就是睡了5年，睡糊涂了。这5年我只在床上动弹不得，并不代表我耳朵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5年我只是瘫痪在床，要不是妈每隔几天就来探望我，我早就被你晾死在床上了。曼柔，阿晨说的是真的吗？可我每次来都看到你守在床边，难道是装的吗？当然不是装的了，阿晨，我每天晚上给你亲手喂药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在我瘫痪的第2个月，你就跟周景行厮混在一起了。哎呀，阿晨，你是非要逼死我才行吗？啊！曼柔，你冷静一点，慢慢说。我怎么冷静？他昏迷5年，现
醒来就疯了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污蔑我？沈曼柔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天你跟周景行两个人在我床头说的话，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你明明昏迷着，怎么可能听到？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曼柔在床头到底说了什么？你们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顾总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那天你高兴的在我床头说的话，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忘。不是，你说，5年前的车祸怎么没把我撞死？不过也好，多亏我还活着，我和周景行的孩子才……哎呀，你非要逼我，那我去死好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呀？曼柔，你有什么话慢慢说，冷静一点啊！你这么说我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吗？面对这个顾家的？够了！阿晨说的这些都是口头话，没有证据，我是不会相信这些都是你做的。老夫人，顾总刚醒，心里对夫人有所误会也是正常的。如果顾总他实在不满我的存在，我自愿离职，绝对不会在顾总面前继续碍眼。也好，你先暂时离开顾家，等事情查清楚了再说。正好趁这个机会回去，把藏在别墅里的最后一批珠宝和文件整理干净。慢着，谁让你走了？顾总，这可是老夫人让我走的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痛！哎呀，阿晨，听妈的话，就算是有天大的事儿也放一放。不行，这事儿还不能结束。怎么就不能结束了？顾晨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记恨我？顾总，你实在是太绝情了。夫人照顾你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沈曼柔离婚。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儿子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是，非常清楚。曼柔，你放心，就算是离婚，妈也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是我们顾家明媒正娶的儿媳，你照顾阿晨多年，这么不容易，我做主把顾氏集团5成股份都给你。妈，5成会不会太多了？4成就行。不行，最少3成，还有海边的别墅都给曼柔。3成也行，我不介意。你休想！顾晨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沈曼柔害我瘫痪5年，你还想要股份？你1分都别想拿！阿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当初那么爱曼柔，当初为了娶她，不惜为了和我翻脸，怎么现在一点情面都不留了？我也没想过，我被他骗了整整5年。当年你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只不过是你精心编织的谎言罢了，我还傻傻的信了他的话。我怎么会是骗你的？我一直都是爱你的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你的钱。你还记得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在教堂发的誓，说要一起有个幸福的家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幸福的家，我看是你跟周景行的吧？顾总，你不要再这样无凭无据的怀疑我了。我和沈夫人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你要是实在不信的话，现在就叫医生来测一测。也好，找个医生来检查，是不是怀孕，一查就知道，省得大家在这里猜来猜去。顾先生，我来了。死哑巴，你来干什么？好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原来从一开始污蔑夫人、偷情造假的人都是你，温之婉。你因为嫉妒沈夫人是顾家的少奶奶，所以想取而代之，一再栽赃陷害。温之婉，你怎么回事？曼柔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联合外人来污蔑她？妈，要是没有温之婉，我早就被沈曼柔和周景行2个人毒死了，根本就醒不过来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他想上位才栽赃陷害我。没错，当初沈夫人看温之婉她哑巴可怜，好心把她收留到顾家做保姆，
没想到他这么不懂感恩。你们根本不是好心，招我进来就是为了背后栽赃。你们给先生下毒，最后把所有罪名都推到我的头上。够了，温之婉，我劝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是啊妈，我怎么可能害阿晨呢？我还怀着他的孩子呢。看清楚了，这份亲子鉴定就在这里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阿柔怀的是阿晨的孩子。很抱歉，老夫人，这份鉴定书是假的。假的？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胡说！你肯定是温之婉请来的假货。老夫人，你可千万别信他的鬼话呀！你错了，这位医生是我托人从国外请回来的权威医师，跟温之婉没有半点关系。倒是你，周景行，你慌什么？医生，你看清楚，这字迹，这章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你可不要弄错呀！老夫人，正规权威机构的公章都有防伪纹路和电子备案，而这份报告上的公章不仅没有这些特征，边缘还模糊不清，明显是伪造的。沈曼柔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！妈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是温之婉搞的鬼。是不是真的怀孕？让这位医生当场诊断一下，我就都明白了。不要！不行，今天必须给我检查清楚。很抱歉，沈夫人并没有怀孕。沈曼柔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！你这个毒妇，你居然想毒害我的儿子！我真是瞎了眼，一直以为你是个懂事的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能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，你怎么敢？妈，我是真的爱阿晨的，是周管家他逼我的。还有你，周继行，你父亲老管家走的时候，抚恤金、下葬费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你说你无依无靠，我让你在顾家当管家，你竟然想害我的儿子，你简直不是人！老夫人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下毒骗股份的事都和我没关系，都是沈曼柔她做的，我是受了她蛊惑啊！蛊惑？你们是狼狈为奸！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去坐牢，让你们在牢里好好反省。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？绝不！周继行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阿晨！说这些都晚了，你们把我逼上绝路，全都别想好过，全都听我的，否则现在就弄死顾晨！周继行，你简直是狼心狗肺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周继行，难道你忘了你父亲教你的吗？他这辈子为顾家忠心耿耿，怎么养出你这个玩死你的东西？我呸！忠心有个屁用啊！活该我爸穷了一辈子。要是他当初像我一样，早早的顾家出手，拿下顾家的财产，不至于被人说一辈子顾家的狗。就是，你们顾家那么有钱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凭什么你们生下来就锦衣玉食，我们生下来就得看你们眼色？少废话！从现在开始，把顾家的股权全部给我，然后把现金、珠宝、房产全部转到我的名下，否则我现在就送顾晨上路。周继行，你的胃口真的好大呀！这些都是我应得的，我伺候你们顾家这么多年，端茶送水，看人脸色，这点钱怎么够用？这些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就是，我嫁给你就是为了等这一天。我的大好青春全部都浪费在你身上了，我现在要这一点点赔偿不过分吧？李玉芬，最后再说一遍，把股权转让书交出来！把股权转让书交出来！好，我给，我现在就给。死老太婆，就算你这辈子叱咤风云又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拱手让人？现在整个顾家都是我们的了。顾晨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你想又怎么样？给你戴了这么久的绿帽子，你还不是没有力气反抗？你真他妈给顾家丢脸了！我呸！还有你这个丫头，因为你拍了几张照片就能扳倒我吗？啊！够了，文件已经给你们了，你快把阿晨放了。不行，你现在找辆车送我们走，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不许动！所有人给我站住！不许动！所有人给我站住！老实点，别动，走。
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服侍你们，再也不图你们顾家的钱了。夫人，您就算是可怜可怜我们，饶了我们吧。可怜？你们当时害阿晨瘫痪5年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他可怜？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你们下半生去牢里好好忏悔吧。阿晨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这些股份还有钱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花呢。沈曼柔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情分了。你做的这些事，让你净身出户都是轻的，这都是你应得的下场。温婉，你看在我当初好心收留你的份上，你替我求求情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吵，别吵啊！走。你没事吧？谢谢你，温之婉，是你救了我，也救了我们顾家。